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现在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相亲这个活动，大概或多或少都参加过一些，但是参加的多了，就有人会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比如说有些原则，介绍人说对方的优点，你听听就好了；说的缺点，竖起耳朵认真听。哦，有没有女生参加过比较多的，有总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2号。有那种说男生比较会过日子，就是长得很一般，还有点胖，是那种。这叫会过日子。对，是的，可能还戴个眼镜。会过日子，戴个眼镜。说我呢？来，11号。是我之前一个朋友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家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说会疼人，然后后来了解才知道是有过婚史的一位男士。会疼人，基本上等于有过婚史，或者年龄偏大。哦。王佳琪。我妈会跟别人介绍说，我家姑娘很喜欢很阳光，这个肤色也很阳光啊，会这么讲。就是黑。对，就是黑，她不说。有没有那种变着法儿的夸人，夸的比较别致的？福康会。就是说一个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夸人啊？她说适合结婚。适合结婚，对，好嫁风。适合结婚，现在女生是喜欢听到别人评价自己。女生是喜欢听到别人这么说你们的，还是不喜欢呢？其实我第一反应觉得适合结婚是一个好事，因为说明女生的经济实力可以，工作可以，长相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适合结婚，为什么听起来情绪会那么复杂？它一面肯定了你身上的优点，一面又把它归为责任，这就很痛苦了。因为你一旦把恋爱和婚姻啊，就是对立起来看的时候，就前提就变成了你就会被分类了。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自己是适合某一类的。但是恰恰爱是婚姻的基础啊，这个大家都没有任何疑义，对吧？其实刚才这个话呀，对男人和女人正反两方面都是一样。适合结婚有一个最重要特质。没有特别长的长板，但哪个短板都不短，他就适合结婚。好，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还有女嘉宾和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沈思杰，来自苏州，现在在南京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喜欢我，偶尔有点幼稚。因为我在平常跟朋友的交流过程中，包括谈恋爱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因为一些行为呢表现得比较幼稚。
但是一般的过程中呢，还是会比较成熟的。你确定只是偶尔？确定只是偶尔，不是 always。耶。梁心月。男嘉宾你好，你能举几个你平时的幼稚的行为吗？就不知道你的这个度在哪里。比如突然在打了一个很长的嗝，打了一个很长的嗝。你那个嗝能不能说来就来？现在不行，没吃饭。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的就是你的幼稚会体现在跟女朋友吵架当中，你会体现出来吗？那肯定不会。好的，谢谢。你吵架很成熟是吧？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啊。成熟的吵架是个什么样子？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为什么生气，我一定会去哄他。问题就在于你不知道呀。那就是我的第二个了。第二个什么？第二个不希望。好，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你的气点很低。你的前女友低到什么程度？可能我拆包零食第一口没给他吃，就突然就生气了。那个8号吗？你跟8号交往过没有？没有。8号的前男友吃饭第一口不是让他吃就分手了。22号。Hello， 大家好，我叫沈佳丽，来自江苏南通，今年22岁，现在是一名修图师。就是我想问男生，如果女生因为一些事情吃醋，算不算气点太低？不，吃醋也分很多种啊。对。就比如说，你在我面前夸一个女生好看，我做不出那种事。我做不出这种事。就我先说这个女生好看，然后你接着我的话说，对，确实挺好看的，然后我就生闷气，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就像无理取闹啊之类的？你这个不属于气点高低，看那个漂亮妹子过来说，你看，挺漂亮的，你只要敢说，是，完了。李恒。男嘉宾你好，我觉得男人至死方少年，所以那如果说你的女朋友生气之后，你是怎么来哄她的？比如说，你可以来哄一哄我。这么突然吗？就比如哄你的话，我得先了解你，才能根据你的喜好去哄。假如我是你的前女友，我不喜欢这个假如。男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哄前女友。对。我是想说的是你在当时那个环境吗？你的女朋友气点很低，你是怎么来哄她的？比如说可能会突然出门给她买点零食啊，给她买点吃的什么的。那毕竟女人对于零食来说还是无法抵御的。那语言上呢？可能会更加的就是哎呀，怎么了怎么的。好，来看片子。我叫沈思杰，我做网络直播销售员呢已经7个月了，主攻的呢就是本地生活这一领域，也就是美食加娱乐。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美食的美好，我呢会换着花样的去形容它。橘子甘甜，又有茶香的回甘，咬一口让人沉迷。我最好的一次成绩呢是卖奶茶，3天的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5200万。现在是凌晨12点，我刚刚下播，周围静悄悄的，但是我的伙伴们都还在。累不累？不累。明天是不是要继续战斗？是，必须要战斗。其实我们好久都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们心里有光，我们坚信现在付出的每一秒都会兑现出更美好的未来。业余时间呢，我也很喜欢打本，曾经也兼职做过剧本杀的主持人。是谁把他丢在马路上的？是他。不是我。剧本杀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潮流的社交方式。到底是谁的？和陌生人玩了3小时剧本杀之后，可以泪流满面，彼此抱头痛哭。在陌生人的眼里呢，大家都可能会觉得我比较高冷。但是相处久了，大家会发现跟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我是一个没有包袱的人，我也喜欢和没有包袱的人一起相处。
你愿意卸下包袱和我一起轻装上阵恋爱吗？我帮你做一个用户调查，所有女生当中喜欢看直播买东西的举手看看。几乎全部，只有个别人。可以啊，都是你的潜在客户。福康会，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刚才我看 VCR 里面你的直播时间都已经到达12点钟，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下班，那你工作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正常的话就是每天直播大概是6、7个小时左右，但不是每天都会有直播的。有时候早下班的话，7点多8点钟就可以下班了。那你怎么安排你的私下生活和你的工作呢？如果说你连续直播6、7个小时的话，其实真的挺累的。对呀。其实只要不面对镜头，自己的那种状态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可能连续说几个小时的话，嗓子会有点累，受不了。啊，那你会不会回到家就不愿意跟我讲话了？不会。好的。李恒。你好，男嘉宾。因为对你的职业的话，其实我还是蛮感兴趣的。你觉得就是作为直播带货，就是这个职业来讲啊，你觉得怎么能让你的女性消费者在你直播间快速的下单？就得到他的一个让他认可我。那他怎么会认可你啊？那你应该知道直播会有憋单的这个过程。什么叫憋单？就是把人憋在你的直播间，哎，你要我就不给。那他不就去别人直播间了吗？对啊。但是他很心动啊。那你能不能用就是你憋单的方式来现场自我推荐1分钟，让所有女嘉宾对你产生兴趣？刚刚呢，我上台的时候特意没有说年龄，来，你们猜一下，我今年多大？30。30？啊，说33夸张了一点啊。对，你看现在我就让大家很有兴趣的跟我互动，10秒钟、20秒钟就已经达到了，他们这个时间点是一定不会离开的，对不对？哦。他就是想各种办法让你们不要换频道。对。哦。你到底多大呢？我23岁。谁说33的？好眼力啊！梁爽。你好，男嘉宾。说到33啊，我的年龄已经也到33岁了。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个姐弟恋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姐弟恋的话，姐姐在恋爱当中会比较成熟，不会就是我那2个希望和不希望，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就不会你前面说的那个很气点低，完全没有感觉，不会为这种事情生气。所以我能接受姐弟恋。因为姐姐们都已经气过好多年了。不容易那么生气。2号，你好，男嘉宾。你在直播间带节奏带的这么好的话，谈恋爱的话，你是主导的那一方，还是说你是比较被动的那一方呀？这得分人吧。那如果女方比较强势，那我肯定是选择顺从她；如果女方比较那种依偎型的，那我会选择在恋爱当中做着主导的那一方。那如果说就是女朋友的工作也比较忙的话，那你是希望她更多的配合你的时间，还是说是你可以配合她的时间？我希望是1个月当中我们可以抽几天的时间，就是固定的去进行一些约会啊，比方说什么的。要固定吗？啊，不用固定，就是每个月，就是月头我们可以开个小会，说这个月你哪几天有空，我哪几天有空，哎，我们排一下班。月头开个会，然后就直播，直播完了，剧本杀也在开会，他的人生就在开会中度过了。看下一条。初恋是我大学时候认识的，我和他的第一眼呢就很戏剧。那年夏天，男生宿舍衣冠不整的我从舍友身后飘过，没想到那个时候他正在和他女朋友视频，更没想到我被他女朋友的闺蜜看到了，更没想到那个闺蜜就这样看上了仓皇狼狈的我。所以吧，我觉得一个人不是只有光彩夺目的时候最耀眼，反而是最真实的那面更具魅力。
可惜的是，后来她跟前男友总是纠缠不清，设计雷区的事儿我可受不了，所以只能选择分手。最近一段恋情发生在我还是剧本杀主持人的时候，她来店里玩，然后对我产生了好感，于是就来兼职和我做同事。从今天开始，我也来兼职啦。我们共事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就确认了关系。做我男朋友好不好呀？这还用问？一次跨年夜，我们在店里不同的房间分别开本。23点59分59秒的时候，我们偷溜到走廊上，做了同一个动作。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点，可能别人理解不了，但我们俩自得其乐，很开心。又是一个跨年夜，宝贝，今年跨年不能跟你一起过了。他告诉我在和别人看电影，但其实是去喝酒了。喝醉了让我去接他。送他回家的路上，我帮他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很慌乱，抢回了手机。不拿我手机啊？争执之间呢，我又发现他换了手机密码。为什么密码都改了？跟你没关系。如果想分手，其实直说就好了，编谎话、找借口、改密码，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对于未来的感情，我希望对方是一个温柔的人，可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不要那么幼稚，可以成熟一点，也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安心一点。你是这样的女生吗？他被人喜欢上的那个瞬间，其实在我们看上去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狼狈的。其实产生爱情的那一瞬间，真的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和想象的。你们有没有被别人爱上或者爱上别人的特别的那么一瞬间？分享一下。李恒，我这段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也是和《非诚勿扰》在10年之下结签的缘分。就是10年之前，有个女嘉宾叫文小燕，我不知道孟老师还记得吗？记得，山西人。对，山西女孩。哎呀，我非常喜欢她。我那时候在上大学，她在《非诚勿扰》上有一个男生送给所有女生一个小公仔，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个小爱心，然后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手办。后来通过微博就是和他认识上了，然后我说文姐我非常喜欢你，之后他又把这个小公仔就送给我了，他说希望我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寻找到我的另一半。然后这个他发了一个微博，这条微博下面呢，我和我当时的那个前男友，我们2个就认识了。然后后来就是经过种种，我们2个好了7年，然后分手了。所以说为什么10年之后我要来上《非诚勿扰》，就是。那你继续你的《非诚勿扰》旅程。对，我要继续，我要从台下转到就是幕后转到幕上来继续我的《非诚勿扰》。好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说明就这个舞台促成的爱情远远不局限在这个舞台之上。对。我也是10年前看的《非诚》，你也是10年前是吧？10年前我上小学。小学吧。对，可以说我是看着您长大，看着您长大。啊，不是，就是我是看着我们节目我长大的。来，江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也是挺偶然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做汉服体验馆的嘛，然后我们店主要的就是拍照，所以我会在我们店里面空了一面墙，上面放上大家的汉服照片，然后会跟顾客联系一下，就是写一个自己想写的话呀。其中就有一个男生，他放了自己的照片，然后就是想找女朋友的那么一个意思。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女生觉得他不错，加他微信。然后过了大概半年以后，他们2个人又去我们店里面一块拍照。然后当时是选了一个情侣照，还跟我特意说了一下他们在一起了。就是今年在我参加《非诚勿扰》的上一个月，就是2个人结婚了，还让我去参加了一下他们婚礼给他们做的造型。我感觉非常的幸福，然后就是想分享给大家，谢谢。缘分有时候就是妙不可言的。这个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来着？片子里边说的，跟前任有联系，任何程度上的，任何程度上对都不能有。对，你们有没有类似的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福康会，我完全不能接受现任跟前任有联系，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跟前任有联系的话，我会想象到他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和他前任都做过。
我就会很生气。我希望你有任何前任的照片啊、聊天记录啊，全部都不要，就这样。就是默默的埋在心里就好了。对。7号，就是我问一下，就如果说前任是那个同学的话，这样子也不能接受的吗？对，确实不太能接受。这几盏红灯很有标识性啊。韩冰雨，我想知道，包括前任送的东西吗？不是说那种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指那种能用得上的。比如说我前任送过我手机，那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为了他扔掉吧？这个我不知道呀。哎，你不说不就完了吗？你现在知道了。这不为难我呢吗？23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有感情的前任全部都删掉所有的联系方式，但是没有感情的会留着。如果说以后我有了男朋友的话，如果他很介意，我也会把这些没有感情的全部都删掉。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也删掉了所有跟前女友的所有联系方式？是的，所有。哦，很好。哎，我真很好奇，这个表达我想问一下，就说这个有感情没感情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感情很深的那个叫有感情，还是说就是分手以后还保留着对他的感情？分手以后还保留着这样的感情，而且往往是和平分手。和平分手还有念想的。这很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有感情的我都会删干净，你是希望他删还是希望他不删？当然希望他删了，那就有感情哦。那也删比不删好啊。宁愿有感情也要删，不愿以没感情的留。对。我告诉你，他和福康会的这种认知，再往下走极端一点，就会变成什么？就是你们不能有前任。有过前任，我就不能接受你跟我发生的那些事情，跟别人发生过，我都不能接受。因为这里面有2种可能。福康会的话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想到你有前任，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不再独特了。但也有一些人觉得跟前任联系是有可能自己会被抛弃。对。所以到底在这个点上，你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是自己的独特性，一定要在男朋友绝对不提前任的情况下，但事实上他是曾经有过的，也一定一起看过电影，一定吃过饭，但你又假装不知道，来假装自己是很独特的，对吧？有一点小精神小洁癖，这边是有点不安全感。我觉得他是在生活中，他一定要强调自己的存在感，这是他的内心的缺失。最后一个问题，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如果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然后呢，她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但是对方传来的是一个男生的声音，当女生回来了以后，你会怎么跟她去讲呢？我会问他那是谁，咋了，有什么事儿？她说是她前男友。她说半句啊，就是说这是我前男友。说到一半，逗号，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打断他？就我应该会听他说完，但是说完之后我应该会掉头就走。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啊，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出去了，因为那是我前男友打来的，他跟我说他已经结婚了，然后说让我不要再等他了，就是我其实并没有是等他的意思。然后我跟他说明白了，说祝福你之后我就挂掉，然后回来了。我男朋友没有问我一句话，他也很信任我。对我如果我想得到这种信任，可以吗？可以。我想再多问一句，可以吗？好。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的 VCR 上面，然后那个女生是换了密码之后，她也不说为什么，你问她了以后，然后你就会很生气。对。然后，如果说这个女生只是累了，她可能一时跟你生气，她耍了一个小脾气，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现在还会这么处理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
如果说这个女生只是累了，她可能一时跟你生气，她耍了一个小脾气，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现在还会这么处理吗？会，因为就毕竟他在我旁边，我是拿着他的手机接的他这个电话，那我又听到了一个男生的声音，他又不给我解释，对不对？那我肯定会有点生气，就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男嘉宾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希望男生对我还是信任度非常强的那种，然后可能有时候我确实有自己的个人原因导致的，但是并不代表有什么可能。对对对，不好意思啊。王楠，你提到一个炸弹式的问题，但是王楠的那个角度很好，他说你不要只介意对方给你来电话，也许对方只是告诉你的女朋友说我已经要结婚了，也许这是一个彻底的分手的电话，或者是彻底的了结的电话。但你如果说一听只要是前男友就会爆炸，这就是我刚才跟他最后的那个问题，就是以他的年纪和认知，他要区分很多例外，很多生活的复杂性，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他跟福康会的头脑都是在以我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什么例外你都不要跟我讲，什么情况我都不想知道。有联系方式，你们还有任何新年快乐都不要，生日快乐更不要，不能有联系。他们在这个维度上，你要让他接受一些事情是有难度的。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他胃很痛。黄老师您好。你好。陈老师您好。黄老师您好。孟非老师您好。2次，孟非对。您叫？我叫王浩宇，今年25岁，来自山西太原。各位女嘉宾，你们好。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可以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品味在我记忆里冬天的味道。因为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相应的味道，就比如春天有樱花的味道，夏天呢就有西瓜啊、葡萄的甜味，秋天呢有糖炒栗子的香味儿。哇哦！所以我希望冬天我可以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去品味太原的头脑、南萧墙的丸子汤，感受太原的冬天的味道。头脑是一个山西太原特别有名的早晨吃的东西。早餐，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是哪几种食材？现在画面上，你介绍一下。是里面有一些蔬菜，像藕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羊肉，还有稍稍有一些黄酒的味道。你想想看，像黄兰这样的江南女子，你让她冬天一大早来一碗羊肉，里边配上黄酒，浓浓的弄下去。我的胃可能受不了。来，你们要跟他分享一下你们那儿的早餐吗？1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跟你分享冬天中记的味道是杀猪菜和铁锅炖，是东北人在冬天都会吃的2样必备的东西。杀猪吃的菜是吗？是杀猪菜，不是猪吃的菜。是杀完猪的下水弄的菜。对对对对。以为杀猪之前给猪吃的菜叫杀猪。吃完这顿饭杀猪是吧？江欣。
男嘉宾，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济南和济宁的早餐。这个是叫甜沫，就是用那个玉米糊糊炖的，特别的香。然后在我们济宁的话，那边是吃豆腐脑，还有就是白粥配羊肉，非常的香。有机会可以来我们济南或者济宁尝一下。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会删除我们共同的聊天记录。哦，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聊的话都留着，以后翻旧账的时候呢，容易查找。14号，你好，男嘉宾，我跟你一样，就是有时候他可能跟我承诺过什么东西，然后他忘记了，然后我就会找那个聊天记录给他截下来，然后发给他，我说你这是给我说过的事，你怎么可以忘记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聊天记录留下，是因为在我们如果异地的时候啊，或者闲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去翻看那些共同美好的记忆。然后如果吵架的时候一翻这些回忆，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会分手吗？也不会，那干嘛不低头呢？有这样想法。灵魂三问，一句逼着一句的问，问到最后，哎，得出了一个答案。10号，男嘉宾你好，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跟人沟通，我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消息，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期清我的聊天记录。而且我觉得其实情侣之间的聊天记录对我来说不是说不重要，其实是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其实聊天记录是死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的相处才是真的。我很欣赏刚才那段话。像我这种人，比如你看现在录像，我4个小时不会看手机。等我4个小时以后打开手机，有20条找我的信息，有的时候是有个什么事儿等我回复，我就会来处理完一条，好，我就可以删除了。有的事情是要处理事情，而有些呢，像他说的聊天嘛，哎，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好，看片子。风尘仆仆，终有归途。我是王浩宇，一家物流公司的运输经理。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在北京帮家里的物流产业做货车的运输调配，主要运输的是醋和小米。我们的醋会覆盖全北京的超市，保障全北京部分醋的供应。每个月15趟，1个月有400吨，所有的货都要经我的手，看信息、对账、分发物流、兑货。一点都不能出错，不然写错一个地方啊，司机可能就要多跑好几百公里。工作中，我大多接触的是路上的货车司机，他们很多人都跟我父母差不多年纪，我也会亲切地喊他们一声叔。他们有些拖家带口一起跑车，吃睡都在车上，有时候1年半载啊都回不了家，歇脚的话就找个加油站的休息区，而每辆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喜欢在备忘录里记录生活，自己写下的文字或者摘抄的美文，则必须拥有一席之地。数学老师说，过程错了就都错了；语文老师说，宁愿错了也不要留下空白。我自己失落迷茫的时候，拿出来阅读，不同的心境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但现在我也会刻意减少手机的使用频率，找回更多的生活。睡前枕边书的充实感，挥汗如雨的释压感，都能让我感受到生活是个有意义的动词。不过也有让我破例的时候，比如我的手机里不能有任何未读消息，要全部点掉。一天之中，我最爱黄昏。我觉得黄昏是被宇宙咬碎的，所有的美好都能在黄昏找到。我并不觉得太阳落下的时候是失落的，反而是一种幸福。我想象着某一天能有一个人和我一起绕着湖边走走，享受这一天中最后的温柔。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喜欢黄昏呢？
19号。男嘉宾你好，我有看到你说喜欢在备忘录里记录一些东西吗？你是会第一时间发给女朋友，还是习惯性的就是先记下来，然后再发给女朋友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不会发给她，因为备忘录里东西如果是女朋友方面的话，我会记得一些就是她不喜欢什么，她会对什么过敏，她忌口什么，她喜欢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能让我一个人知道她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是他的备忘录。哦，从那以后，别妄想自己能改变什么。天哪！我不是高渐离，不能为你歌一曲。九处当然。我好困，连连打哈欠。正文是怎么办？我想做的还没有做的是，一起去海边为他做喜欢的美食，一起去迪士尼看烟花，一起摘草莓，一起用拍立得拍生日照。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在生活当中挖掘和储存美的瞬间的人。我在备忘录写了一个东西，前2天被人嘲笑了，我觉得很生气。我有一个专门的一页是密码。你看点头了吧？对吧？对呀，那为什么有人嘲笑我呢？说我搞了一个全是密码。那我们就真的不用了。确实，我好像都是面容识别，我记得。对呀。对呀。那为什么我跟这些妹子是一样的呢？我们年轻人是都要有密码记下来的，对不对？对。江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备忘录里面会记就是比较好的那些闺蜜呀，或者说是我家人的生日。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记我随的份子钱。1号。男嘉宾你好，我的备忘录有一些特别，因为我平时有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是跳舞呀。然后呢，为了防止我忘掉，所以我会通过画的形式把它们画下来。哦。我在学那个傣族舞的时候，然后我会把那些手型还有肢体的那些动作都记录下来。然后我看到你有一些摘抄的一些诗句词汇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就是合作一下，然后我把它画上一些漂亮的插画什么的。2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的备忘录也是跟你一样，喜欢记一些生活感悟。但是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会记一些关于男朋友对我好或者不好，然后时不时的就是故意想给他看到。就是你会跟你的女朋友去分享你备忘录里面的东西吗？其实我通常不会让别人看我的备忘录，因为偶尔有的时候他会说一件他很想做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东西很好，我就会在备忘里偷偷记下来。我希望能够就是在他不经意间，然后把这个礼物送到他的面前。我是希望这样。就给个惊喜。福康会。男嘉宾你好。其实我是对你 VCR 里面你的工作比较感兴趣，因为你是物流工作者是吗？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工作，但是在疫情当下的时候，我看很多的报道会对这个疫情工作者或者快递员会有很多的赞扬，包括他们在一线的情况下，然后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一个感悟。我想问你在工作中有什么经历或者是难忘的事情？我觉得像您说的，在疫情期间的话，所有的物流工作者是我看到眼里的，真的很心疼。因为全国各地很多个城市都需要支援，所有的物流工作者都是2个人2班倒，不会休息，装好货马上出发。唯一能够休息的时候就是吃饭，只有吃饭。所以我很感谢我从事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感动和坚持，他们真的是我人生课上最要好的老师。好，看片子。我的爱情好像都是从朋友开始的，他是我的初恋。他刚分手的时候，我去安慰他，可我当时并不会哄人，唱了一首非常伤感的歌，结果把他给唱哭了。就在我给他擦眼泪的一瞬间，我明白了，爱情是突如其来的，
一眼万年，也许是这种感觉吧。在一起后，我花了很多小心思，会连续7天花式炖梨汤送到他的宿舍，而他也在不经意间给了我触动心弦的温暖。但后来临近毕业，女生突然提出了分手，只留下了一句：“你在太原，我在朔州，我不会来太原的。”就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我觉得解决异地恋的办法有100种，最不合适的就是突然把对方丢在原地。分手更应该是2个人说清楚，没有结束的结束是不负责任的，我不能接受。后来在工作中，我和另一个他从同事变成了恋人，他也是个很细腻的人。我至今记得我们在一起的那天，散步时突然下起了雨，他对我说这个时候很美好，而我不自觉地说，其实也不是美好，就觉得跟你在一起时间都很美好。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双向奔赴的爱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我们会用情侣水杯，穿可爱的情侣搭配，下班一起看电视剧追剧，而他也总是对我灵魂拷问，你以后会变成电影里面这个样子？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一样东西，你能找到我吗？那如果我跟我闺蜜她喜欢你，我把你让给她怎么办？我被他神奇的脑洞问得目瞪口呆，却又觉得充满爱意，俏皮可爱。可后来这段感情仍然没有经受住异地的考验，他家里的长辈对我提出了很多望尘莫及的硬件要求，我的爱情又一次被别人按住了暂停键。现在我期待一个活泼有主见的女孩，最好偶尔能读懂我的文字。我们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浪漫，一起把爱情抓牢。韩冰雨，我想知道你前2段都是因为异地恋然后分手，那你现在对异地恋有什么规划？其实我觉得，哪怕是在不同省份，就只要你想见我，我想见你，1天的时间，我总能到你身边，我是这样感觉。太原到朔州，相当于南京到无锡左右的距离。这个我不知道克服起来算不算很困难？就，其实我有去朔州找过他，我在那儿待了3天，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我试图去能够在某一个瞬间我能偶遇他，但是并没有。所以异地也好，他说不喜欢我也好，分手就要有分手的样子，随便找个理由，还是让人很难以接受。他刚才描绘的故事，完全就是一首歌词的翻版。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20号。你好，男嘉宾，非常心疼你的遭遇。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男嘉宾，就是你说你的前女友都是从朋友相处过来的，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在认识这个男孩子之前，我就大概能感觉到我是跟他想要往男女朋友方向交往。我觉得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现在身边有没有这种对你有好感的女生呀？或者说你还是会考虑从朋友谈女朋友呀？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男嘉宾，就是你说你的前女友都是从朋友相处过来的，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在认识这个男孩子之前，我就大概能感觉到我是跟他想要往男女朋友方向交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现在身边有没有这种对你有好感的女生呀？或者说你还是会考虑从朋友谈女朋友呀？其实我
没懂。啊，我试着翻译一下，有的人是这样的，他一见面之后觉得，哎，我想跟他交往；有一种类型呢是，哎，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嘛，哎，处着处着吧，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就处成男女朋友了。就这两种，你是哪一种？我是一种。对。那你呢？哪一种？我自己是喜欢的人，我会很主动，也没有说非要慢慢相处，只要双方都喜欢彼此，就是好的开始。就是我比较在意的那个点，就是你现在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你跟她们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边界线的这个意思？有。其实对我来讲，我如果不喜欢一个人，就是他跟我打招呼，我也会很淡淡的一个微笑吧，就是，但是内心想的是，就是那种。我的个天哪，这都是送命题是吧？7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以后我们在一块儿了，就是异地嘛，因为我是在杭州的，然后两个人如果有矛盾了，你一般想着怎么解决处理？我不希望冷战，因为我觉得冷战是让所有问题恶化的开始。我会就是像我备忘录里面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去买给你，或者说我就一直给你打电话，我会好好的跟你道歉。我会觉得，就是感情只要是沟通，总能好好解决问题。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司马叶。因为我之前听你回答是，你觉得在你的朋友中，你是别人跟你打招呼，你会礼貌微笑一下。那其实如果拿这个初恋的这个例子来给你说明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会比较感觉到危机感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我有了女朋友之后，这些行为我会自己把握好方向，不要让她有不好的心情。现在留灯的是1号、7号，有请1号、7号。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11号。自推是王浩宇的自推女生是10号吴韵琪。男生温暖谦逊、踏实靠谱，善于未雨绸缪，有风险前置的思维模式。感情中洁身自好，喜欢暖心有爱、有主见又勇敢、比较顾家、有担当的女生。女生精致有品，十分自律。感情中渴望被另一半尊重和爱护，需要三观既合得来也玩得来的精致男孩。两个人一起，女生看问题深入的视角和有些任性的小脾气令男生喜爱。男生靠谱认真和精致俊俏的独特气质让女生动心，是可以一起努力的成长型甜蜜爱人。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古婉瑜，1我的插画世界，2择偶标准，3我的热爱。我的热爱。作为平面设计师，每天至少要有8小时忙于设计工作。下班或放假也需要积累创作灵感，提升专业技能。好在自己对专业有足够热爱，而且会通过养猫看悬疑电影来解压。吴瑞，小飞人，蹦蹦跳跳，我不喜欢。3，不喜欢打压式相处，贬低和批评，并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只会伤害两个人的感情。
爱一个人需要的是鼓励和陪伴。吴韵琪：1. 理想的他；2. 我的个性；3. 理想生活。理想生活。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后能共同养一只小动物，因为有宠物的人比较有耐心，内心也会更善良。王楠：小太阳、小脾气、创意达人，你选一个。小脾气。2. 对于自己认定的事，具有不到黄河不回头的毅力和态度，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好。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我们去自驾游，你会有什么的规划和打算吗？我会提前先订好酒店，然后提前就是做好规划。第一天上午去哪里，然后中午去哪里，晚上去哪里，就是提前会规划好。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懒。我跟朋友一起出行的话，都是他们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的话可能是分情况，如果男朋友是比较善于规划那种人的话，可能规划就让他来做；如果他不是特别擅长的话，那就我来做，然后按我的安排来。我的话应该会沟通一下吧，就是看看大家都想去什么地方，然后再商量一下怎么去吧。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可以直接过去。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也勾出了心里的花。I know that love is truly hard。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李阳，今年35岁，来自陕西西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跟我一边去探索美食，一边跟我一起减肥。有没有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探索美食的路上，你们离减肥的目标越走越远。会有是吧？对对对。3号，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吃，然后呢，我一般就是健身房健了1个小时，哇，全身都流汗了，好爽，去吃个火锅。我健身教练跟我讲，他说如果健身的话，你要有一个放纵餐，就比如说你1个星期去个5天，然后那你可能吃1、2顿火锅是 OK 的。你会不会放纵了5天，练了1天？对对对，也有可能这样。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比例吧。对，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是哪种减肥方式？我是办了一张健身卡，只去了1次，然后拍了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就再没去过。一般都是踢球。那不算是减肥哦。对对对，所以说我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监督我减肥。我推荐凉爽。你好，男嘉宾，我听了你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很想听一下你怎么一边探索美食一边减肥。就是去不同的城市，然后去探索必吃榜上的一些美食，然后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打卡。这个是我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美食。
现在的话就是运动量还不够嘛，一个礼拜就只踢1次球，也没有去规律的去健身房健身，没有。我认为他提出这个话是一种幽默的人生态度。我在我们家门口一个酒店办了游泳卡，我连着游了2个月，然后天突然一降温，我有1个礼拜没去游泳，突然接到一条短信，你有1个星期没来游泳了，什么情况？我就回天儿太冷了，我们酒店是30度恒温的水，哪里冷？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女生介意我做着事突然哼起了歌。在什么情况下突然哼起了歌呢？比如说我洗澡的时候，我突然哼个歌，很正常啊，很正常。然后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突然哼一个歌，也正常，也正常。哦，那都正常，就大概就这2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比如睡着了，突然哼起了歌？睡着了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哼歌，因为旁边没有人。一段梦歌。梁心月。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你哼的歌在调上吗？我不知道在不在调上，应该不在调上。之后，其实我还是蛮能理解男嘉宾这种当场能哼起歌的，因为我是一个浴室歌手，当然是在自己家的情况下，浴室歌手哼一下歌，我觉得是真的蛮放松的。为什么都喜欢在浴室唱歌？因为比较放松，然后又共鸣又自己。还有一点，那个水打在自己的脸上的时候的噪音，会让你错误的估计此时噪音的音量。所以当水冲在头皮上的时候，突然觉得世界很吵，那我大声的唱，大家也应该听不见。但其实挪开2米以外，水声像不存在一样，世界上只有你的歌声。尤其是陈老师的歌声很嘹亮，所以好，来看片子。化学无处不在，它帮助人类理解自然，改造世界。我们得以迈向广袤的太空，也离不开化学创造的神奇材料。我是李阳，对科研的热爱让我踏上了10年的海外求学之路，从东亚到西欧，再到中东，从日语到英语，再到阿拉伯语，我始终追逐着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在日本攻读硕士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燃烧学领域，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于是毅然放弃了我曾经熟悉的领域，前往爱尔兰国立大学的世界顶尖燃烧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在沙特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了解到国家对燃烧动力研究领域的人才需求，又决定放弃国外优渥的环境和待遇，回到了祖国。现在我是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航天学院燃烧热结构与内流场重点实验室工作。我在碳氢燃料底层核心反应动力学机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工业界都被大量引用。回想过去的每一天，那些日子都曾在跌宕起伏的喜怒哀乐中以礼前行。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给别人撑伞。我深知那种独自在异乡求学的孤独感，所以经常会让学生来家里聚会，也组织团建去爬山、去漂流，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走出实验室，我享受摩托车带给我的内燃机轰鸣和微风拂面的畅快淋漓。我也享受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碰到球的那一刻，好像又回到了满场飞奔都不会累的年纪。下了球场，我经常会背上行囊，带上相机，去世界各地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曾经独自一人跨过亚欧大陆，走过了大半个世界，希望以后也能和未来的另一半一起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其实今天很巧，刚好是我生日，但是呢，相反的，我有礼物送给3位老师，很巧。你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这样的，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奥零系列战机，歼20、运20和直20，他们的总师杨伟、唐长红和邓景辉都是西工大毕业的。然后我现在是西工大老师，所以说我觉得很有意义，送给3位老师。哇！
我想把运奥铃送给孟老师，因为我觉得孟老师就像运奥铃一样，非常的稳重大气，非常的，我觉得有点重啊。容量大，绝对大度能容天下事。武汉疫情期间，当时第一架落在天河机场的军方的就是运20。想把歼20送给陈老师，谢谢。我觉得陈老师您是辩手，您像歼20一样犀利。我觉得歼20送给你很合适。速度与激情。对，谢谢，非常感谢，太漂亮了。把直20送给黄老师。我是这么想的，直升机啊是一种旋翼的航空器，它可以直接起降，然后可以悬停，很优雅，做各种动作。您就像这个直20一样优雅。黄老师青云直上。20号，非常的优秀的一位男嘉宾。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博士导师是不是时间挺自由的？从学校的规则上来说，确实就是老师的时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一个是有寒暑假，第二个是你上完课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从事科研嘛，你可以自己控制。但事实上，我入职西工大是2020年11月，从2020年11月到现在晚上11点前回家，从来没有过。这个可能要再特殊强调一下，就是西工大的特殊性，因为西工大建校80多年来一直扎根的是国防建设。而且在中国的3航领域，航空、航天、航海领域，几乎50%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毕业于这一所高校。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也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突出贡献单位的2所高校之一。谢谢陈老师为西工大做广告。喂，我知道这些你也不好意思讲，我就帮你讲到啊。而且他过去5年的时间里 ，SCI 的论文大概30篇。而且基本上都是发在燃烧化学领域的顶刊之上，近5年的被引次数是1300次，成为了很多人科研的基石。然后应该是他的所有的研究结果得到整个行业内认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因为我在读博士嘛哈，然后我听我的老师讲，他说本科生的时候啊，你写个论文啊，就相当于说你是在学习一个菜谱，然后到研究生的时候呢，你要发明一个新的菜。然后到了博士生的时候呢，你要把整个菜系都梳理得非常清晰。到博士后呢，你要发明一个新的菜系，所以呢，就是这个难度系数是很高很高。是的，在博士生导师要带着很多博士后发明很多新的菜系，你想想看。哎，你在哪些国家求学和做研究？我是10年10月出国，然后去日本读的硕士。我在日本待了3年啊，那时候一边学日语，一边要做研究，一边要打工。我的生活费都是我自己赚的。我在日本3年打过11份工，就是从餐馆刷盘子啊，等等等等。这是后面教日本主妇做中华料理，然后教日本小学生中国文化等等等等。然后还有做同声翻译啊等等。你可以做同声传译吗？对，日文和中文，日文和英文2个都传。那就更厉害了，那就日英中无缝衔接。天哪！读博我是在爱尔兰读的，爱尔兰国立大学在高威这个城市，然后就是给中学生讲一些科普性的发动机的一些原理课。然后我博士后是去了那个沙特阿拉伯。因为我是学外语的，我知道同声传译有多难啊！但是如果能够日文、中文、英文再做同声传译的话，那就更厉害了。是，而且他3年的时间日语，然后同时在燃烧化学跟语言2个领域当中能这么快的速度。我觉得他就是5天，就是爱吃就吃吧，你说呢？对吧？对，他想唱什么歌唱什么歌。你跟你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跟我学生之间关系很融洽。首先是我跟学生之间年龄差距不是很大，10岁左右。第二个是，就是我们经常也会出去团建，然后也会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啊等等。一个短视频，我们看一下。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ruce. I'm the first foreigner PhD student of Teacher Yang. 我是李阳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李阳老师的科研水平特别的高，在工作上十分的细致严谨。李老师生活中也是一个幽默开朗的人，是我们整个教研室都可以依赖的一个人。Around him is affected by his nice personality. I wish him all the best in his journey of finding a girlfriend. 加油! Best wishes on the show, and I hope you
meet a nice lady, and that you have a good time together and enjoy the show. Okay, take care. 李老师加油！哇哦，好多你的学生哦。还有一些还没出镜的，其实还有一些学生，对，他们都单身吗？他们基本上都单身，我的学生。哎呦，那可以组一个梯队。其实陡然压力变大。2号。你好，男嘉宾，我自己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完全是跟你工作是2个领域。假设我是你的女朋友，你会怎么去平衡这一点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我是来找另一半的，不是来找我的科研合作伙伴的，所以说，我不是说要找自己的同行，是这样的。但是你的女朋友假设不能理解你的工作，然后你也不懂她，那这样子你要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或者平衡这一点呢？女朋友找我诉苦，我就聆听啊，我也很善于聆听，然后我也不是一个无趣的人，我喜欢探索美食。好的，谢谢。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常识范畴里边的可以想见的事情。虽然你们未必谈过一个化学博士或者一个化学家，但是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你在跟一个数学家交往的时候，你不可能跟他讨论数学问题，对不对？他不冲突啊，这个事儿，只要他喜欢你都 OK 的，好吧？6号，男嘉宾你好。我博导就很忙嘛，每天找到研究论文都找不到人，他每天就是四处出差，然后谈项目以及开会。你会不会也这样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呀？我现在确实挺忙的，一个是因为刚入职西工大，需要自己搭实验台，开展自己的科研嘛，万事开头难。第二个是因为我还没有另一半，就是我晚上回去早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对，所以说我觉得我有了另一半之后，我会不那么忙，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寒暑假一起出去玩啊，或者说早点下班跟另一半在一起。好，看下一条。在爱尔兰攻读博士期间，我曾经爱上过一个同校的女生。她是新加坡人，性格温和内敛，也很努力上进，但她父亲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还是一直坚持追求她。半年后，她被我的真诚打动，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处的过程中，我们总会身体力行地陪伴对方，默默地关心对方。看似很平淡，但这是我们独有的相处模式，很有爱，很甜蜜。2年后，我也决定去见见她的妈妈。当时跟她妈妈见面，你都跟她说了什么？我和她妈妈表明了我会来新加坡发展，和她女儿一起工作生活，未来也一定会照顾好她女儿。虽然她妈妈对我印象很好，但她爸爸还是没法接受我，我觉得她一定心里更难受，所以我在3个月内5次去新加坡看她，安慰她，但她最终还是觉得我们不可能有未来，选择和我分手。我们的感情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鸿沟，但最终却没有穿过家庭的障碍。在海外求学的日子里，非诚勿扰陪我度过了在异乡的很多周末。节目上各种感情中的观点，让我有了很多收获和思考。我也非常敬佩孟非的阅历和学识。那你觉得2个人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是怎样子的呢？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2个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就是事事有回应。就算你不喜欢或者不同意我的想法，也希望你能开门见山地说出来。现在的我科研顺利，工作稳定，期待那个气质而不刻板，可爱而不肤浅，平易却不俗落的你。你在海外看《非诚勿扰》是在哪个国家？在日本和爱尔兰我都看。爱尔兰喝着爱尔兰那个啤酒。我很喜欢黑啤，对对对。20号。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对你另一半的年龄啊、学历啊或者工作有没有一定的要求呀？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对你另一半的年龄啊、学历啊或者工作有没有一定的要求呀？就年龄可能有一定要求，年龄比我小就行，其他我没有要求。
1号。男嘉宾你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山东岛城，就是青岛。然后我叫王楠，是一位产品设计师。就是我们的行业可能有一点差别嘛。然后但是看到你说就是尝遍美食，我其实是特别喜欢去探索新鲜东西的。关于运动来说呢，其实我跑过马拉松、全马、半马都跑过，然后我是把它当做一种爱好和尝鲜来做的。但是后来发现很有趣，就是每一次跑完的感受都不一样。然后其实我也愿意去探索一些其他的运动类的方式，或许可以去考虑一起去换着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相当于是发现生活中很乐趣的或者探索性的事情。好，谢谢谢谢。最后一个问题，韩冰雨。男嘉宾你好，就是我跟你有一个小小的共通点。我父母是航空航天的人员，然后歼击机系列有一款是在我的家乡去组装的，我天天在家里就能听到那个试飞。哪个城市？沈阳。沈飞。对，沈飞。然后你的 VCR 最后提到了你的工作稳定，然后那边也是研究你这个领域的，所以你的工作是不可能轻易变动的。这个很现实，就是我是学软件工程的嘛，现在在辽宁，以后可能也不会去西安，怎么克服这个呢？我觉得跟这位女嘉宾说的正好相反。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首先是高校很多，比如说南京的南航，然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也是从事航空航天，那就更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只要2个人奔着一个方向去，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都是没问题的。哇！现在留灯的是1号、2号，有请1号、2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5号。智推。哇，李阳的智推女生是6号韩冰雨。男生浪漫有品，待人礼貌周全，做事积极上进，有目标，对待感情比较感性，十分注重2人的世界，体贴入微，是一个非常温暖有魅力的人。女生温柔谦逊，重情重义，感情当中看重另一半的爱护和尊重，喜欢彼此情感链接的亲密感。2个人都在意跟对方交流的质量和深度。男生温文尔雅，女生知书达理，是浪漫又和谐的一对，供2位参考。来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石颖霄：1. 永远吵不起来架；2. 小癖好；3. 爱哭鬼。选小癖好吧。2. 特别的宅在家里，最高纪录4个月没出门，邻居都觉得我消失了。哇！梁心月：1. 幸运女孩；2. 喜欢这样的我吗？3. 向往的生活。喜欢这样的我吗？可以在温柔可爱和酷飒女孩中随意切换，你想要的样子我都有。哇！韩冰雨，我喜欢的，我的日常，我的理想城市。选2。来看片子。当代软件工程女博士每天都做什么？看论文、写代码，当然不止。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使命推动着我。想不到吧？我还是一个声优。珍儿，你做小考干什么？又不能出门，又没人陪我玩，除了看风景，我还能干啥？除此之外，我还吸猫以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你记住我了吗？王楠，小太阳，小脾气，创意达人。小脾气。
对于自己认定的是具有不到黄河不回头的毅力和态度，坚信自己可以做得好。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对你来说最美好或者说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或者说一件事是什么？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在我爷爷70周岁的时候，带他们2个去拍了一套人生第1套婚纱照。对。我当时不一定开心，但是我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幸福快乐的。就是我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每天也是跟我们的男嘉宾一样，工作到晚上11、12点、凌晨1点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回头，我很感谢那段时光，因为那样的一个过程让我成长得非常的快。谢谢。韩冰雨，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双喜临门，就是我大4的时候保研了，然后我就选了直播，然后恰巧在那个月，我又中了人生第1个电影的主艺配音，然后就非常开心。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举办了一个社群，在这个圈子里面，我学到了很多我自己就是没有见识到的东西，但是我也愿意去把我的这个设计的技能去展现给他们，就是我给他们设计了 logo。我觉着能接触到这样的圈子和这样的思想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事情。虽然说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不是特别的，就是了解您的这个化学的行业。我爸爸是一个初中化学老师啊。我从小的时候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我爸爸拿那个硫酸铜，然后就拿个绳子吊在那里，然后把硫酸铜溶液放在一个罐子里，一点点看硫酸铜长大。然后我原来以为我会因此成为一个化学家，结果没想到因此成为了一个设计师，就是我被那个颜色所吸引了。然后我觉着我可能就是跟您行业是不一样，但是我坚信就是抱有一个热忱的心，然后我觉着可以一起把生活过好，就我比较看重的是就是2个人一起的3观。好，谢谢。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你的决定是？我直接过去。直接过去。好。哇！哇！恭喜！哇！我叫李阳，今年35岁。然后我叫王楠，是一位产品设计师。这样，其实今天很巧，刚好是我生日。我其实是特别喜欢去探索新鲜东西的，就比较看重的是就是2个人一起的3观。我可能就是跟您行业是不一样，但是我坚信就是可以一起把生活过好，好，谢谢。哇！从王楠给我提问题，然后站到台上之后，我开始关注他，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从外貌还是谈吐各方面，我觉得第一印象给我很好。我听了王楠的最后一段话，我其实感触还是蛮多的。关于那个硫酸铜的那个现象，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回答就是我想要的回答，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他。从刚开始就是觉得尝试去了解，然后后来发现您就是事业上很有追求，然后您也能吃苦，就是这个精神特别打动我。我觉着就是我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生，但是自己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愿意尝试为你去变得更好？我心里的答案是必须变得更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李阳！谢谢。没有成为化学家，成为化学家的女朋友也可以嘛？我认为刚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示范。
王楠最后的那段话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他表达的那个热情是打动人的，内容同样打动人。我的爸爸是个中学化学老师，他如果想象我未来的婚姻，我和我岳父坐在一块儿，喝点小酒，还可以聊点我们共同热爱的化学，这对他来说是人生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刘三同非常关键，而且他把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说：“我喜欢有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圈子，没错。然后我们会把生活经营好。”我能想象一个化学老师的气质，也许是跟这个男嘉宾有点相似的那种学者。一定会有。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对，那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的，我们可能随着自己的成长，会越来越像自己父母当中的同性的那一位，但是会越来越容易爱上父母当中异性那一位的气质。所以他这样有一个非常理性的理由来支撑为什么他在台上最后有这样的热情。哇，这个就闭环了。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大家好，我叫雷雨，雷锋的雷，宇宙的宇，今年23岁，来自湖南长沙，谢谢各位。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 DIY 情侣鞋。是那种运动鞋？都可以，都可以是吧？对。哦，你以前做过吗？我以前做过，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挺喜欢鞋子的一个人。你觉得他们爱听男生说他和前女友做过情侣鞋吗？我觉得人要实诚。你们有做过情侣鞋吗？没有。没有。好，那我觉得这次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20号，你好，男嘉宾，可以说一下，就是你之前做过哪些鞋子吗？就是我没有做过，它是帆布鞋还是说是球鞋呀？它难道不会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它就会花了吗？就是跟您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穿的鞋子都是有那种拖鞋，或者说那种帆布鞋、旅游鞋，这些都可以做的。然后我们会上一些，就是让它固定住，不让它掉色的一些东西，这个你放心。对，然后也不用担心会手残怎么样，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说，你拿出你的 idea， 咱们两个把一些小想法放在这个鞋子上面就 OK 了。哦，好的，谢谢。他是做好了，真能穿出去。对，真能穿出去。对，这个放在家里看也行，穿出去也 OK。22号。 请问男嘉宾跟前女友之前做过的 DIY 的情侣鞋还留着吗？你看吧，来了吧？这个问题真来了，是我们之前就是只买过一双一样的，没有说具体做过。2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挺忌讳情侣送鞋的，送鞋不是送走对方的意思吗？对呀。 就是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可以这样子，好吧？咱们把这双鞋做好之后，你给我1块钱，我也给你1块钱，咱们说一起走。买。对，一起走的意思就是。哦，有创意，有创意。拖鞋例外。拖鞋就是我想跟你一直拖下去。它是美好的意思。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生闷气，要爆发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男生，我会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发泄方式。但是对于女生来说，生闷气对身体是不好的。我不希望另一半就是气着自己，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对我说，朝我发泄，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的。
就说不要一个人闷着把所有的难受自己承担，这样子。你发泄的方式是什么？我发泄方式是做运动。女生一般不会生闷气，一般2个渠道，一个骂你，一个在闺蜜面前骂你。就是她只要有这样的发泄途径出来，我觉得就 OK 的，对。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女生生气的话，你会从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我的表情动作，你会判断我生气，然后你会怎样去解决它？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女生生气的话，你会从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我的表情动作，你会判断我生气，然后你会怎样去解决它？是这样子的，因为人在生气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肯定是不对的，就哪怕你掩饰的再好，你的语气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说你真生气了，我首先认个错，就不管是不是我的错，我先认个错。再找真正的导致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就是哄嘛，就是哄女生嘛。23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之前也是一个特别爱生闷气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生气的情绪后面其实也隐藏着许多的需求，比如说是一种对于另一半的占有欲，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己有一种羞耻感，就是自己羞于去面对这种私欲，所以我就会生闷气，也不懂得去表述。所以我觉得生气可能也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情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就是可能有些女生们生闷气的有些背后，它是一些潜台词。对，就是有些话不应该是由你说出来，应该由我说出来，是这个意思吗？有一种期待。对对对，是我可以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好了不起，她会把自己的这个生气的自我做一个分析和消化和反思，而且很清晰。负面情绪的表达是个技术活，不是我想说就能说出来。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心理医生说的一个数据很有趣，他说女生为什么流泪？其实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愤怒或者伤心。绝大部分是在生气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助，然后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对呀，就是女生经常会抱怨说，为什么我们生气的时候，男朋友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也不会哄我啊什么。但如果说你自己生气的时候，像23号女嘉宾那样，她做一点自我觉察，她把自我觉察的这个结果告诉那个男生了，我相信这个男生会收到一个非常积极的反馈，他就完全知道该如何去回应他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都有23号这么清晰冷静的分析能力，就不太容易生闷气。她都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对不对？对呀。要找这样的女朋友。看片子。你好，你好。你好。你说。叫雷雨，对对对，是。这名字挺好记的。我那个雨是宇宙的宇。哦，哎，你是土家族的？对，没错。行，那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好，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工作，好吧？好。半年前跟朋友开了这家洗护店，他负责包，我负责鞋。因为之前也做过新媒体的工作，累到胃穿孔，才意识到黑白颠倒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现在的工作和合伙人两班倒，也能让我更好的平衡好工作和生活，也计划明年再开一家分店。那你下了班会做什么呢？下了班就会约各种各样的朋友，传各种各样的局了，打篮球、玩飞盘，一起露营。对于不重视自己生日的朋友，我也会传个生日局给他庆生。平时大家各忙各的，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当然要珍惜，因为朋友总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2年前做生意的时候被朋友骗了笔钱，当时心情还是特别沮丧的。然后我有一个发小，他也在长沙，他感觉我的状况不对，所以说每次他下班之后，他就横穿长沙过来找我，过来陪我聊天呢，陪我吃饭，陪我打游戏。
然后他每天9、10点钟才回自己家里边，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1个多月这样。那你还有什么想介绍给在场的女生的吗？那我再来说说我的家乡吧。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张家界，这里有国内第1个国家级的地质森林公园，在金鳖溪捉鱼、天门山看雪，是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张家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主要是白族、苗族和土家族。我们土家族的年夜饭从凌晨4点开始吃，讨个越吃越亮的吉利。烤糍粑、包谷酒，还有腊猪脚，对我来说就是家乡的味道。也不知道各位女嘉宾感不感兴趣，有机会的话，以后会带自己未来的女朋友去体验体验。湘西的腊猪脚确实好吃。对呀。下次有机会的话，给孟非老师带一份尝尝。为什么要下次呢？这一次为什么不把功课做好呢？这一次的猪还不够肥。哦。2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到你短片里面有推荐很多家乡的那个景点，我也来跟你推荐一下我们南京的景点，因为我是南京人。就是说到南京，大家想到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夫子庙啊、中山陵这种。我是南京下面一个区叫溧水区，然后溧水区呢有一个叫无响水镇的一个景点，还有天生桥风景区，它是一个4A 级的一个景区，拍出来是非常的好看。好的，谢谢推荐，然后也同时欢迎您来张家界玩，好吧？我一直想去张家界玩的，到时候可以你做我导游。好，没问题。他刚才说的溧水就在我们录像的这个地方，再往南去开车大概20分钟左右就到了高淳。我上次说到过，有一个地方叫石臼湖，那个地方也有七桥古镇，非常美。对，是，对。最近我在看一个叫高尔泰的作家写的他的回忆性的散文，文字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回忆的就是60、70年前的他的家乡，就是高淳那个地方。你如果喜欢，你可以看看高尔泰的散文。好。湘西的山也确实是中国那么多山里边，我认为最独特的，没有之一。对呀。就是有一些影视剧的，就是在张家界取的景，包括《阿凡达》里面的哈利路亚山，然后《西游记》里边的水帘洞都是在张家界。对。这是天门山那个洞是吧？对，这是天门洞。翼装飞行打这儿出发。对，就是从那个洞口窜出来。哇哦，好漂亮。那个是宝峰湖。山石嶙峋，好美啊！张家界去玩的话，一般要去几天？只是作为游客玩那个景区2天 OK 了。哦，但是那个周边还有什么金鞭溪啊，还有旁边有几个镇子，芙蓉镇、凤凰古城那边。芙蓉镇可以看一看，挂在瀑布上的一个镇。哇哦！谢晋导演拍《芙蓉镇》的时候就在那里，那是第1届茅盾文学奖或长篇小说的那个，就是有芙蓉镇那个小说。总之，推荐大家可以去湘西看一看。19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的那个短片里有说，因为你之前一份工作是新媒体，然后日夜颠倒嘛，所以现在才选择一份作息稳定的工作。但是我是做直播运营的，然后我可能就是有时候工作到夜里，有可能凌晨的时候还没有下班。那你对于找女朋友的话，你会就是介意她的那个工作是属于你之前那个性质吗？咱俩可能算是同行，因为我前面也是做的直播运营，所以说我很了解你的一些比较难的点在哪里，我会很心疼，说实话，因为那份工作确实很累。所以说我如果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工作的话，我会懂她的一些点在哪里，可能会更好的去呵护到她吧，这样子。好的，谢谢。20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话，你是喜欢热闹多一点，还是喜欢就是独处多一点呀？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攒局的那种人，就是我很享受和朋友待在一起的那种快乐。那种快乐是我觉得没有任何防备心，可以抛开所有的压力去向对方敞开的这么一种环境。那如果说你就是工作之余的话，你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吗？如果说谈了恋爱之后，我可能就会把重心放在另一半身上了。
哦。但是我也尽可能的是想让我的另一半参加到我们一起共同的这么一个局上面来。OK， 好，谢谢，谢谢。说到朋友，你们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或者说能回忆得起来，在你们人生低谷的时候，那个陪伴你们走过低谷的人是谁？李恒。男嘉宾你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我因为失恋，状态不太好。然后我的非常好的一个闺蜜，她就直接就是过来我家这边了，然后陪了我整整5天，因为她怕我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当她过来的第1天的时候，我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就是不自觉的发抖，就是感觉我的感情观是崩塌了。闺蜜就陪了我5天时间。然后慢慢的我就从那个状态当中走出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些人只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真正能陪伴你一生的是你的亲人，你和你一生可以走下去的你的闺蜜、你的朋友。对，是的，就可能是真正的朋友，平常不用聊天，一出事一个电话就过来的那种。对。对，可能我朋友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他们，我觉得我很自豪。梁爽。我记得在我18岁的时候，我爸爸很突然的半夜就心脏病就离开了我，然后我就非常的难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发小，是我的一个闺蜜，我就叫我的闺蜜出来陪我，但是我难过到说不出一句话，就这么坐可能3、5天吧，就坐在咖啡厅，她就这么静静的陪我过去了。然后后来我就能说话了。然后现在，就想起那种感觉，还是很感谢我的闺蜜，然后我也很怀念我的爸爸。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坎坷，这个是我们人生中可能说必须要承受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好有身边这么一群，或者说几个这种一辈子的朋友来陪着我们。对，我是觉得有他们真好。看下一个。1600多个日夜，600多个小时的旅途，4年的异地恋，只有120多天能见面，这就是我上一段感情的状态。我们是在艺考时认识的，他既温柔又活泼的性格特别吸引我。虽然大学没能在一个城市，我们还是选择了开始这段感情。因为那个时候也在创业，赚的钱基本上就花在了去看他的路上了，但还是很开心。坐飞机倒还好，坐火车更是要1天1夜。坐火车的晚上，那真的是睡不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的时候就看一下还有多久能到，还有多久才能看到他。见面时请他吃饭，我也会认真准备。去的时候走哪条路，餐厅的氛围如何，菜合不合他的口味，吃完之后去哪儿，我也都会计划好。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些给感情保鲜的办法，比如连麦看同一部电影，给对方点外卖盲盒。这4年虽然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很不错。那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分开的呢？其实4年异地恋坚持下来，我们都是希望说毕业之后结束掉异地恋的这种状态，但是最后发现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最后也算是和平分手吧。分手后，我删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因为我能接受从朋友成为恋人，却不能接受从恋人成为朋友。希望今后能遇见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在爱的时候更勇敢一点。说说男女朋友约会吃饭的注意事项，你片子里边刚才这个细节还挺有意思。是这样的，因为本来就是异地恋，所以说能见到他的时间很有限，然后没事的时候就会想着跟他在一起见面要去干嘛，然后就会翻阅一些什么比较有名的餐馆，哪家店好吃，或者说去问一下朋友有什么好吃的地方，他们告诉我之后，我就会想这个口味你会不会喜欢？如果说这个喜欢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从这个点一直想到，那可能这个路上可能会堵车，
你又不喜欢堵车，那我们就绕一下。吃完饭之后，然后看地图发现，哎，这旁边还有个奶茶店，这个是你喜欢喝的，那我们刚好可以从那边路过买一杯。好有心哦。就一个非常顺下来的这么一条逻辑。这是挺暖的啊。我很好奇，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已经如此细心了，你是希望你的女朋友跟你一样细致观察生活，共同规划，还是说你希望她大条一点，听你的，然后你带着她去玩耍？我只希望她在我身边是放松的，是快乐的。就做她自己的状态。对，做她自己就好。就是有些杂事儿，我可以来。对，然后如果说我们有共同的问题要去探讨的话，我希望她可以给出她的一些想法来给到我。那你会不会觉得做那么多事情，你想的那么周到，一步一步的都考虑好了，你会不会自己不放松呢？跟他在一起做这种事情，我是快乐的。为什么黄澜会问？我告诉你，生活中会有2种状态。第一种是我做这一切事，我高兴的甜的我都不行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怕他生气，万一他不高兴呢？我带在这个店，他万一菜他不喜欢呢？路上堵车堵了他烦呢？他万一发脾气我怎么办呢？真的是有2种哦，你是可以笃定的是第一种。我偏向前一种。就是自己快乐，也希望别人快乐，而不是我压抑我自己，然后为了讨好他，怕你生气。这可能是异地恋跟一般恋爱不一样的一个点吧，可能就在这儿。韩冰雨。男嘉宾你好，就是异地恋的话，如果我这边很忙，然后大部分时间需要你来看我，这样会对你造成一个消耗吧？我觉得在异地恋中，男生多付出一点是很有必要的一个东西。对呀。所以说这个方面不用很担心。接着你刚才的话讨论，如果是我在谈恋爱，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是 OK， 但是有个前提。你要有办法让他觉得，让他感受到你很期待他的出现，很期待和他的见面，那他的这个奔赴，那他的这个付出就是有价值、有意义、有动力的。我想起上一期他也表达过一个观点，我在他的语言的背后在体会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我学习和我的工作远远要重要于我的爱情。就说你好像就是在这个价值观当中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我在想，这有一个前提，可能发生了一点偏差，在你的预设里，你的学业爱好和爱情天然对立。你想象一下，这个如果你保持这种融合态的话，他是怎么做的？比如说，你前面有6天都要科研，那他能不能去图书馆陪你呢？他也可以坐在旁边看看他的书，然后也许跟你聊一聊，他有他的事情要处理。然后配音的时候，他在你旁边看电影呢，或者他喜欢那个动画片。如果你始终保持着一种挖掘公约数的态度，那个公约数就会越来越大，然后那个空间才有，供你参考。梁心月，刚才视频中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那个分手之后你删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这样一个行为判断男嘉宾是一个就是比较果断的、决绝的，甚至有点就是无情的一个人？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梁心月，刚才视频中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你那个分手之后你删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这样一个行为判断男嘉宾是一个就是比较果断的、决绝的，甚至有点就是无情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你爱过的人，爱了那么多年的人，用心去对待的一个人，你是真的是很难割舍掉的。对呀。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告诉你，在这个台上，梁心月一个女生这么说，做人是要这么绝情吗？来，福康会他都不能容忍。还有一个人提到过，我有前女友，前女友这种生物只要存在，他的世界都要崩溃。在这种问题上，一个很好的教材，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我也不能说谁正确谁不正确，做好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就行了。
因为我是觉得，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做到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就是你哪怕这个事情我做不到，我都会想办法去做。但是如果说我们最后没有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对，这样子。好的，谢谢。来，20号最后是刘登的。我有一个经历跟你蛮像的，就是我之前也是创业，然后被人坑了。当时我是在家里面憋了1个月的时间，就是谁也不想见，就自己慢慢的然后恢复过来的。我可能比较倾向于独处。刚刚在交流过程中，男嘉宾也是比较喜欢热闹，我感觉好像。包括你说想带我见你的朋友这些，我其实更多的倾向于就是2个人的时间多一点。不好意思。OK。好，不遗憾。男嘉宾表现很好啊。很好。对。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